神父震惊地发现，一名小姐姐被击奸死在了教堂，可警察却检查发现，死者竟是一名男妓，内裤不见了，但生殖器还在，却不料竟因此引出了一起性侵多名男童案。而凶手在现场还留下了一句拉丁文，据麦克神父翻译，这是我犯了罪的意思。所以综合现场情况，警察初步判断，凶手本来想找小姐姐泄欲，不料发现对方竟是个人妖后，因此十分暴怒。Come in here to trick. Perp sodomizes him and kills him, decorates his body, and then gives him a funeral pyre. He's in a church. Feels guilty. He tells God he's sorry, and then he tries to burn away the sin. 而法医解剖完尸体后，更是有意外发现，小男孩大腿有淤伤，轻微肛裂，死因是脑壳骨折大出血所致。凶器像是铁棒或手电筒之类的圆形重物，而且凶手在性侵时没做安全措施。法医也采到了体液，正在验 DNA， 但却没有指纹，因为凶手戴了手套。No condom, but he was wearing gloves. You think that's weird? 但更奇怪的是，死者体内不仅有洗洁精成分，而且还有刚刷的碎屑。Our perp used both to scrub his penis. So he's really clean. Really dirty. 看来凶手是一名洁癖者。为了先查明死者身份，警察来到了援助站接小姐姐的救援站。修女果然一眼就认出了他，原来男孩是为了赚钱做变性手术才出来变装卖的。而他死在了教堂的原因是，天冷的时候，麦克神父经常开着侧门为小姐姐提供一个安身之处，却不料他们将那里当成了交易场所。既然死者的身份确定了，那就要开始寻找凶手了。恰巧这时 DNA 检测结果也出来了，显示与一名罪犯的相符，他曾因纵火罪被判了4年，前几天刚刚放了出来。有了 DNA 证据，那就错不了了。紧接着警察就找到了嫌疑人永强，结果一看他干活还戴着手套，厌恶别人碰他的样子，与嫌犯的特征就非常符合了。然后警察就对他进行了审问，可永强却坚称自己没碰死者。Come on, you thought Jamie was a cute little trick till he showed you a surprise package. And that pissed you off and you cracked his skull. Or maybe you like little boys as long as they look like girls. 对此永强不仅不承认，还嫌弃椅子上有细菌，坚决不坐下。但警察可不惯着他，随即对永强进行了威胁，永强差点吓尿，这才承认确实和死者发生了关系，但却保证完事后他还活着。看永强这个样子不像在撒谎，他应该不是凶手。为了再寻找出新的线索，心理专家黄博士决定亲自看看现场。结果发现原本挂在教堂雕像上的念珠竟戴在了死者脖子上，这个情况不对头，警察却不明所以。It's not Yoder. There's no way that he'd go near a dead body or touch blood. The guy has unprotected sex with a male prostitute. You can't tell me he's squeamish. He is. After he has sex, he wants to get as far away from his partner as possible. 但警察怀疑或是他觉得污秽就杀了对方，可黄博士又指了指那句拉丁文，警察解释那是我犯了罪的意思，不料当即被黄博士否决。他真实的意思是你犯了罪，这不是忏悔而是指控。警察被神父骗了，加上忏悔是被烧毁，所以这一切看来更像是对教堂和神父的愤怒。那男妓的死就可能是个意外，真相应该是凶手本来要袭击神父，却不成想男妓在那碍事，这才杀了他。因此这么看来，凶手是对神父有仇恨。大队长立即指示全力调查麦克神父。结果发现他以前曾在教会学校教学，但几年前却在学期中突然离开了，具体理由不详。不过传闻当时有个神父性侵了一些男童，然后就被调走了，所以大家认为那个人就是麦克神父。于是根据这条线索，两人立马来到了教堂，质问麦克神父当年传闻中的那名神父是你吗？听了这话，麦克不由得长叹一声，虽然陈年就是被挖了出来，可他却以签过保密协议为由拒绝回答。尽管警察强调保密协议在刑事法庭上可没有丁点作用，但神父仍是强硬表态，有本事去告我呀，否则你们就滚。不过即使他不说，警察也有办法，随后就来找了当年办理这个案子的民警。经过询问得知，当年学校有4名男童遭到了性侵，但他们都不说出凶手是谁。而就在案件快要水落石出之际，教会突然介入了，然后付给每家人20万和解了，所以最终这个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于是警方决定重新调查这个案子，因为凶手很可能是4名男童之一。随后就查到了其中2人的下落，紧接着他们先找了第一个，哪知一听是为了当年的事，立马就变了脸色。他否认是麦克神父干的，而且坦然现在的工作也是麦克神父给的，他绝不允许警察迫害麦克。就这样，第一个嫌疑排除了。而第2人更是直言，他早已不再和麦克神父联系，并且已经收了钱，签了保密协议，是不会再提当年事的。不过最后却提供了第3人的下落，也是唯一一个拒绝收封口费的，但他也绝口不提当年事，也否认了自己那晚去过教堂。可谁知在看到死者照片后，玉田竟突然悲痛起来，声称要揭穿麦克神父。显然这个反差更加重了他是凶手的嫌疑。随后警察连夜搜查了玉田的家，母亲承认案发当晚她起床尿尿时，意外发现麦克竟来到家里在和玉田聊天，至于谈话内容他就没听清了。而就在这时，搜查人员果然有了发现，他们找到了遇害者的包包以及疑似凶器的手电筒，并且在上面发现了干涸的血迹，由此证明洁癖男是无罪的，而玉田才是凶手。但刚开始玉田还不承认，直到警察拿出了在他房间找到的凶器，玉田这才唯唯诺诺称我已经道过歉了，也被宽恕了。警察立即明白他这是认罪了，同时也猜到玉田是向麦克神父忏悔过了，可这在法律上是不会被原谅的。
接着警察又追问起了经过。玉田承认那晚点火烧忏悔室后，根本不知道南纪在那里。Came up behind me. He startled me. I swung the flashlight. He went down. Blood started pouring. He didn't move. 可就在玉田还要继续说下去之际，律师突然赶到了，阻止了玉田的自白，并且令人没想到的是，在证据这么充分的情况下，律师竟然还要为玉田辩护轻罪，理由是他是性侵受害者，尤其是被神父性侵造成了心理创伤。他确信陪审团一听神父性侵，肯定会站在玉田这边的。对此，检察官也无奈妥协，提出了认罪协议。当然，也要看玉田能提供出有多大价值的信息。而玉田交代麦克神父有间地下室，称之为巢穴。Call me in there after practice for extra tutoring. Show me videos. At first just sports, then porn. What sort of porn? All sorts. Some with women, some with boys. He'd say I shouldn't be embarrassed, that how I was feeling was normal. Did he touch you? He'd put his arm around me, stroke my legs, say I had good strong thighs. What else did he do to you? He said I had to pass a test. I had to masturbate. He said he'd help me, and I had to do him. Afterwards, he said I'd done well. 而那年玉田才14岁，果然麦克神父才是罪魁祸首。紧接着，警察就带着搜查令来到了教堂，可没想到还没进门就被人拦住了。原来是教会的人，主教竟亲自出面阻拦，称玉田是在报复麦克神父，因为他让玉田无法成为神职人员，同时保证麦克没有任何违法事迹，他是清白的。然而法律可不会听教会的保证，警察只会依法办事。随后对麦克神父的房间进行了搜查，果真找出了一盒可疑录像带，却没想到竟是麦克的心理治疗自拍。视频里他坦白了自己喜欢13、14岁的男孩，想看到他们裸体。 In the showers at the youth club, I'll find a reason to watch them. You feel compulsion to touch. I try to resist, but I'm weak. I'll pat him on the back or put my arm around him, but I know I want more. Genital contact. Yes. 对此，黄博士解释，其实这是厌恶疗法的一部分。病患叙述他的幻想并录下来，剪辑成循环视频播放给他看。同时，他要自己弄30分钟，过了高潮也不能停，这属于行为矫治，让幻想引发痛苦而非欢愉的回忆。但其实什么也改变不了性罪犯的欲望。而后，警察据此就想给麦克定罪，可黄博士并不认为录像带是铁证。果然，特案组主管也不同意立案。尽管大队长解释那卷录像带可不像是治疗，更像是刺激欲望，然而主管却反驳这明显违反了医患保密协议。录像带不能作为证据，要想定罪必须有铁证。他可不想得罪教会，但大队长不管这些，仍然据理力争。眼见俩人即将发生争执，检察官急忙出言调和，建议再找出其他受害者指证。于是警察又来找了第一个男童，因为他管理的活动中心里有很多适龄男孩，而活动中心正是教会创建的。在经过一番攀谈之后，得知果真有一个男孩和麦克神父几乎同时离开了中心，因此那这个男孩就很可能也是受害者。随后警察便来到了男孩家里，开始母亲只是借口儿子不适合那里才离开的。可当警察直言问到是否和麦克神父有过接触后，母亲这才难过的承认儿子被猥亵了。于是根据他们母子的指证，警察当即将麦克神父逮捕了。而后检察官对男孩进行了详细审问，果然男孩的遭遇和玉田基本相似，也是从看色情视频开始的。然而当检察官还想继续询问细节时，意外突然发生了，大队长竟闯进来打断了审问。原来是有不速之客来了，麦克神父的律师要求撤诉，检察官当然不会同意。不成想律师竟不慌不忙递过来一份文件，检察官当即傻眼了。随后律师建议审问男孩关于麦克神父电视机的事，而检察官果然这样问了，结果男孩并没有发现电视机有异常。 Was it like watching normal TV, Darius? Yeah. Was it in color? Duh, what else is there? Black and white. 这说明男孩撒谎了。随后检察官怒斥到：“你儿子在学校遭到性侵时，麦克神父并没有在那里。你已经跟教会以5万块和解了。”可母亲仍坚称是麦克干的。 You recycled those accusations when you and your son were questioned by the detectives. 刚才的文件就是秘密和解协议，但母亲还不服气，怒斥麦克有罪，口口声声只是为了儿子讨公道，多少钱也弥补不了。哪知检察官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 And you would make him relive his trauma to get every penny you can. 但警方相信男孩遭受的经历是真的，只不过是另一名神父干的。可这些都不能拿来控到麦克，麦克神父只能被释放。然而就在大家无奈惋惜之际，另一个坏消息也接踵而至：玉田突然被狱友杀死在了监狱中。纯真的他竟没有丝毫抵抗，性侵玉田的真凶还没伏法，他却先去了异世界。
警察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孤身守在监狱外等待被释放的麦克，然后就不断大声谴责他，整得麦克神父实在受不了了，赌气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可当警察提到玉田描述的性侵过程后，麦克明显愣了一下，不料这一丝变化被警察敏锐地捕捉到了，加上男孩的供述，他立马察觉到麦克神父这是在替人背黑锅。可不管他怎么询问，神父就是坚决不吐露那人的姓名，而且那人已经忏悔了。而根据教义，只要罪人忏悔了就会被上帝原谅，并且神父还不能泄露任何忏悔的内容。不过警察也因此验证了确实麦克在替人打掩护。可不幸的是，法律也保护忏悔内容，所以根本不可能强制神父开口。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绝顶的大队长，他当即只是去查那年学校里所有的职员名单，并调取银行记录看是否付过和解金。不过问题是以何种理由去查账，哪知大队长早已有了想法。随后检察官就来找法官申请传票，理由是查教会的受贿索贿，但不出所料遭到了律师的拒绝，自称有权保护隐私。不过检察官又指出教会付出的封口费已经涉及到了反勒索法，最终法官同意了检察官的申请。 The diocese will surrender all reports of abuse, all records of priest transfers, and will give the New York District Attorney access to the diocese discretionary accounts. 这无疑对教会是极其不利的。而后警察就查阅起了教会所有的账目。 果然查到每季度玉田母亲都会收到一张10万的支票，而签字人一直是主教，直到上个月才停止。更巧合的是，主教当时就在玉田的学校教拉丁文，看来他就是真正的性侵犯了。不过要想逮捕主教，还需要确切的证据，于是警方又把主意打到了麦克神父身上。他们需要知道主教的忏悔内容，可神父如果泄露了就会被革职，麦克坚决不吐露，警察又不能强迫，只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靠着一颗正义赤诚的心来打动神父，最终经过一番痛苦挣扎后，神父终于下定了决心，和警察一起来见了主教。当警察提到了他的性侵忏悔后，主教立马意识到麦克违背了誓约。Michael, do you know what you've done? You'll be expelled from the priesthood. You'll be cast out of the church, barred from the sacraments. You're risking your soul. I believe I'm saving it. 既然麦克选择勇敢地站出来，主教再也无话可说了。等待他的将是正义的审判，上帝再也庇护不了他了。